我在那个就是第一次来台湾玩，回程的那个飞机上，对，然后我看着台湾台北那个星星点点的夜景，我当时还不知道哪来的，就是突然很激动，还流眼泪，心里我就有一句话，就觉得我一定会回来的，对，结果很宿命的感觉，对吧？啊，对，相对来说，台北其实节奏也算快了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觉得跟上海比起来，人情味啊，是。还有大家友善程度啊什么的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。所以观众最好是有一个信仰，让人更幸福，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一本叫《上帝喜欢你》，哇，另外一本叫《我喜欢你》，哇，然后写一张卡片，上帝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哦，这个套路对不对？好会啊，老司机。那你能跟我们说一下你是怎么认识你老公的吗？哦，就是被他路边捡到，不是路边捡到，充值送的，差不多。够聊天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。今天邀请到艾嫂，真的很不容易，趁着她去生第3个小孩之前把她抓出来。非常荣幸能请到艾嫂。但我跟艾嫂其实之前不认识的，也是通过看 YouTube 了解到，也是一位上海姑娘。而且真的很勇敢，敢于生第3胎，很不容易啊。那你先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到台湾的这样一些经历好了。到台湾的经历啊，对，第一次什么时候踏上这片土地，对不对？那是10几年前。我当年还刚大学毕业，然后那年暑假就来这个台湾找我一个女生的朋友。来玩着就跟这块土地有着不解之缘。认识了我老公之后，他就说，哎，那时候还有招陆生，就让我来先念书。其实是打着念书的名号谈恋爱，把你骗过来。对，来了，我心甘情愿。来了之后呢，就结婚了。对，毕业了，哎，还没毕业就结婚了。哦，还没毕业就结婚了。对，先结，因为当时的规定是。毕了业，你什么2个月之后就离开，但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是这个原因，本身就有感情了。对，我当时身边有一些陆生的朋友啊、同学，还有一些比如说港澳的同学，他们也就是年纪轻轻嘛，这个荷尔蒙、恋爱荷尔蒙这很正常。所以也都找了那个台湾的男生这两情相悦的情况下，也陆续就留下来了。对。因为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典型的那种文艺女青年，是吗？我文艺吗？文艺，你就很喜欢台湾的那种文艺女青年。是，因为我也会接触到一些人，就跟我说台湾很好啊，什么他们很有什么底蕴啊，然后风景很美啊，美食很好。我发现你就是特别典型的这种，我一开始来的时候，对，当然那时候没小孩，有小孩的时候，你的专注全在顾小孩身上。回想当年的那个在台湾玩啊，品味各种就是文艺细节的时候，哪怕去一间餐厅。我那时候记得是去那个莺歌老街、陶瓷老街，它那个餐厅里面都有各种，就餐桌上就有。好像是嵌在里面的一个瓷器，然后还有一朵小花放在上面，我就觉得，哎呦，这些东西都很动人。当时就有这个闲情逸致去体会这种生活中的艺术。是，对。哎，你也是艺术人。我不是，我是把那个当工作的，这跟你的体验是不一样的。是。对，那你能跟我们说一下你是怎么认识你老公的吗？哦，就是被他路边捡到，不是路边捡到，充值送的，差不多。但是就是那一天，我不是来找我这个一个女生朋友，我住她家里，但是那一天呢，她刚好没空陪我，所以我就自己在这个台大附近瞎晃。那台大附近不是有各种文艺的那种小咖啡馆啊？其实本来是有一个艳遇的。感觉很帅，很高很帅的那种。这个之前你频道里没有说过。对，就心里觉得那个会不会就是那个了？但是我有跟他说，他要电话的时候，我有跟他说我没有这里的电话，我只有 email， 我上海人，你确定吗？他要了，但是我迟等不到他的 email，就是很失望的。就是在咖啡店里一个陌生人，对，跟年轻男生，对，当年还是有被搭讪的经历的。现在也，现在没有了，大着肚子是想干嘛？那天没有人陪我。那我自己还是瞎晃了到一间那个咖啡厅，那个咖啡厅的名字很吸引我，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，它叫上帝的后花园。对，我想，哎呦，上帝的后花园，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就进去，我也就一个人很无聊，就是在吃饭嘛，吃着我都
吃完了，我准备要走了。对。然后那个餐厅的那个服务生就跟我说，这个里面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场子，餐厅是传道人开的，所以他呢每周3晚上吧，在那里会有一个一起读圣经的小组。对，就读书会，这种分享，问我要不要进去，他就在我这个临走之前邀我进去，那在那个长桌的对面坐着的就是我的先生，然后我当时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不大有印象。分享人是他吗？分享不是他，但是他有参与者，对，但他有那个回答问题啊，或者是问问题之类的，对。可是我对他印象不是很深，因为他不是那个又高又帅，就不是我原本觉得我的理想对象的那种标准，对。但是后来呢，他就是展现了他的魅力，就把我给把我给俘获了。哦，那当时你对他没有印象，是怎么会认识他的呢？互相怎么搭讪的呢？那当然是他也有一些技巧了，就比如说也是你先生先来搭讪你的。他不是说搭讪，就是说那结束了，那传道人也很热情嘛，就是说，那你要不要留下你的那个联络方式？我是留给那个老板那个传道人的，结果他去要了那个，他是后来偷偷去要了联络方式。对。那他在要到你联络方式之后跟你联系，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当天那个谁。第二天我是要去淡水玩，对，然后当天晚上他就发了讯息给我说，淡水有什么玩的地方，就介绍了一下，很主动啊，当天晚上。但我也没有什么，我也没有多想什么，我想说那台湾人都挺热情的嘛，对吧？只是介绍一下景点。但是我觉得比较贼的是，当时那个读书会里面还有一个更加年轻的一个小弟弟，比我还小一点，对，学生吧大概。然后他们两个有点是那种一唱一和，也不知道是被他利用了还是怎么样。就是我回上海的那天，那个男生说要送我鸡，送鸡哦。我也有点尴尬，因为不熟嘛。是那个小弟弟。对。然后他又是比较内向的个性，大概就是一路上就是很尴尬，没有话讲。对，然后一直盯到那个机场。那个时候我老公打电话给那个小弟弟。问他情况怎么样，有没有送到？对，然后还说要跟我讲2句话。我就接到他电话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觉得好像碰到了救星，因为就是他突然有话题，他比较健谈嘛。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小弟弟是被他怂恿去送我鸡的。他是什么想法？为什么要叫别人去，而不是自己去呢？这个我老公就在这个店让他自己讲了。因为我老公在上班，那他可能觉得借由这个过程，虽然他人没到，但是他最后那个电话到了呀。心意到了。对。那不会担心小弟弟跟你？他可能一眼看穿那个小弟弟可能没什么招数。他认识很久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计谋。然后就让你觉得加深了印象，有点印象，但还把他名字念反了。当然，我回了上海之后呢，那这个攻势就猛烈了。当然也仅限于网络上的那些，但他会跟我分享生活，然后他那时候还，有一段时间就是他放下工作就去搭便车环岛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举动我觉得蛮酷的。就是。随机的搭车环岛，就写了个这牌子，上面写搭便车，然后去环岛。很 man 的一个行为，有很冒险精神的。对，然后还就整天跟我分享一些读书心得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读书会认识的嘛。看书的人啊，对，那就是真有好处。就是让他尽情展现了他这个内在的那个丰富。对。然后就渐渐吸引你，我就屏不住了，就忍不住。但是当时你在上海，他在台湾。对，那怎么办？一开始也没想太多，一开始就是在寄个礼物。后来我生日嘛，他就寄绘本，我喜欢看绘本，寄绘本到我工作的地方，然后好有心啊。对，而且那个绘本还挑过的，2本绘本，一本叫《上帝喜欢你》，另外一本叫《我喜欢你》，然后写一张卡片，上帝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这个套路对不对？好会啊，老司机。但我觉得他应该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，完全是发自于内心的。对。那后来他当然就来上海看我了，看一看嘛，就更加。他来多久？暑假的时候认识他的，8月认识他的，大概年底的时候来上海跨年的。好快啊！对，
就隔4个月嘛，大概3、4个月就来了。对，因为这再隔久一点也没意思嘛。我也不是很喜欢网恋，这个你到底是要有一个下一步的计划，所以他下一步计划就是找到了那个陆生的那个计划。他过年来完之后，然后就跟你提出跨年跨完年之后就交往，交往，然后回了台湾，然后就去找陆生的资料。对，就被他找到了。然后就等于到5、6月份就可以准备。我大概2、3月、3、4月就准备材料，就申请了。对，好顺利，速度很快。然后9月就来念书了。但当中过年什么，我也跟朋友一起来台湾玩，就是飞来飞去。后来我还就是开了个刀，他也飞来看我。就当时就是花很多钱在这个打飞的，是很感动的。对。那看得出你先生是在你没有关注到他的情况下，已经对你产生了关注，而且非常用心、非常认真。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的。是啊。被追的感觉也是蛮好真的追得很认真，还是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跟价值观，所以很多共同语言。所以观众最好是有一个信仰，让人更幸福，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那后来你们结婚之后是怎么决定要住在哪里的？因为我就已经来台湾念书了嘛，念了也有2、3年的时候就结婚了，所以我来台湾一直觉得这里的生活我比较适应。对，如鱼得水。对，上海是很先进、很方便。当年10几年前那里的网购就很方便了，对吧？对。就是各种方便。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台湾这里的台北这里的氛围。对，相对来说，台北其实节奏也算快了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我觉得跟上海比起来，人情味啊，还有大家友善程度啊什么的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，所以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要带着他回上海生活。对，是因为等于学校一毕业出社会就接触的就是台湾这个环境，对，所以就非常适应。对，好像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如鱼的像一条鱼，终于找到了适合它的环境。我在那个就是第一次来台湾玩，回程的那个飞机上，对。然后我看着台湾台北那个星星点点的夜景，我当时还不知道哪来的，就是突然很激动，还流眼泪，心里我就有一句话，就觉得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对，很宿命的感觉，对吧？很多这个中国大陆来的，来旅游的都是来了1次不够，2次、3次，一直想来体会。就真的很多人是喜欢的。对，因为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不一样的感觉。那你现在作为一个即将成为3宝妈妈了，即将临盆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太有勇气了。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是什么让你会想要做一个光荣妈妈？光荣2个就不是光荣了，3个是啊。2个是平均。现在就是连生都不生嘞。对，所以更让我觉得就是已经有2个了，还会再想生一个。对，因为我那2个也是1男1女，说是说也就已经完美了，已经好自然，对，不需要。就我说实在，我怀这个的时候，因为这一胎年纪也比较大，然后经历了前2胎的折磨之后，身体也不大好，就是怀孕各种状况也不大好，就影片更新的也很少。对，就是真的有点吃不消。我当然在身体在低潮的时候，不舒服的情况下，也会在想说，我到底是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呢？我明明生活已经趋于稳定平静，孩子都已经去上学了，我为什么给自己没事找事做？但是其实这个决定是我跟我老公共同决定的，就是在我们家弟弟也上学之后啊，我们终于有空间冷静下来，然后好好的讨论了这个事情。我觉得我们眼光可能不是放在此时此刻，所以我现在追求舒服的生活、安逸的生活、更经济宽裕的生活，我肯定不会选择这个选项。对。那但是我眼光放到可能20年后、30年后，我觉得2个孩子就是除了你只有我嘛，对，有3个，因为我老公也是3个兄弟姐妹，但是3个就像一个小社会对，投票也有结果对，然后小社会就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就3个人好像很有一个更加微妙的一个群体社会的一个感觉。对。那就觉得好，那再努力一下，对，也不是指望着老了可以照顾我们，但是当我们老了，小孩3个的话，他们可能讨论的人更多一点，心灵上的那种压力就是有多一个人承担。哇，想得好远啊！给小孩现在就开始想要分担他们的将来的压力。但是我觉得我怀这胎，因为姐姐跟弟弟也就3岁5岁，也比较懂事了，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怀孕的过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。对，他们真的感受到妈妈怀孕肚子变大，或者是里面会动。
然后妈妈会不舒服，我也借各种绘本给他们看，就是让他们这个感知，对，我觉得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实际的案例，对，蛮好的，好了不起啊！这个顺便的一个教育的过程。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像我是，小孩可以去学校之后，我觉得轻松了，我可以找回自我，拾回自我。然后你是想继续去做这项光荣的任务，空下来了，然后再生，对，很了不起。而且艾嫂其实她一些日常分享的影片，如果有带小孩的话题，我真的觉得她是我的嘴替。她分享的育儿的生活啊，育儿的经验，真的都是我想说的，就是青春类都一样的类，对，就她说，其实不是说有了小孩之后失去更多自我，而是什么？你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。自我肯定会失去的，对。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公的价值观不是追求自我，而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更加成熟，更加让自己进化的一种进化，对，打怪升级，更完整的。完整不完整倒不好说，但是至少我觉得在这个教养过程中，因为很多我们也聊了，就是说因为教养的问题，夫妻之间常吵架，对，那我跟我老公之间就有达成一致，就觉得这对夫妻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是你经历过这个挑战之后，你夫妻关系就更稳定，更有信任感，是更就像队友磨合的更好，对，就是队友的感觉啊。所以带孩子不光是自己的付出，也是能收获到很多，是肯定是有收获，不然这个太不值了。是，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成长成熟了很多。今天跟艾嫂的聊天非常有意思。好，那祝艾嫂生产收平平安安。谢谢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